一群逆子，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坑爹！眼前凶神恶煞的男人便是程咬金。每逢程家训子，国公府门前便会挤满前来看热闹的百姓。只因程咬金秉持着人前教子的家训，花式训子已经成为长安城的一道奇景。中场休息，等我换块板子再继续。哈哈，这次俺一定要破纪录，让阿爷揍断6块板子。大哥，你别得意，上次俺就比你少1块板子，今天一定超过你。你们看不起我层出必是吧？今天坚持最久的一定是俺。听到几个憨货哥哥的发言，刚穿越过来的程小森一脸无语。什么时候挨揍要按照断了几块板子来算数了？被揍还这么兴奋，你们莫不是有啥不可描述的属性？不是我跟你们吹，就咱爹那些板子，最多给俺松松筋骨，根本奈何不了俺分毫。大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咱爹呢？那是爹心疼你，舍不得下狠手。他可是出了名的英明神武，身手不凡。要是真下狠心揍你，你都不知道死多少回了。怕什么？外面的传言很多都是瞎说的，咱爹没那么厉害。要不是他是亲爹，就他那样的，我一个人能揍一群。哦，这么说来，你的武艺还不错了。那是，俺3岁习武，8岁练兵器，13岁打遍长安无敌手。就老爹那3板斧，俺已经推演出了52式，那威力简直是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。嘿嘿，打咱老爹10几个都不是问题。爹，刚刚我都是瞎说的，你可千万别当真啊！爹，是大哥说你坏话，怎么连我们一起揍啊？孙儿，才多大就让哥哥们带你去花楼？你挺有能耐呀，比老子都强。你本事这么大，我这个当爹的也不好不奖赏你。这样吧，一会赏你1桶盐水，让你好好尝尝咱家竹鞭炒肉的滋味。是，这次去花楼是我让哥哥们带我去的，但你不问缘由就要揍我，我不服。哟呵，有什么事就赶紧说，难道老子还能不讲理不成？你要是真没错，老子今天就免了你这次惩罚。阿爷，你昨天是不是又跟孔颖达干架了？孔颖达干不过你，就骂咱程家都是一群没脑子的憨货，还嘲讽咱胸无点墨，只知道动手。程咬金顿时哑然，他在朝堂上就是一个混不吝的性格，经常说不过文臣就和对方约架。此事本就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，被自己儿子一问，他还有些不好意思。那能叫干架吗？那是切磋武艺。哎，不是，让你说你上花楼的理由，你提老子的事情做甚？皮痒了吗？阿爷别急呀，我跟你仔细分析分析。你看，孔大人骂你没脑子，我这个当儿子的是不是应该生气？我生气了，是不是应该替你找回场子？要找回场子，是不是得找他晚辈的麻烦？孔家嫡孙这几日一直在万花楼筹备诗会，我要找他，是不是得上花楼？所以我和几位哥哥上花楼是为你出头的，你不奖励我们就算了，还揍我们，这算是什么道理啊？这样吗？程咬金被小森一溜烟的歪理绕得有些晕，思虑良久后才发现不对劲，凶神恶煞的骂道：好你个小兔崽子，讲歪理讲到老子头上了！就算孔家嫡孙这几日筹备诗会，他还能整天待在花楼不回家不成？你要想教训他，随便找个没人的角落就行，用得着上花楼吗？爹呀，我们去花楼是要和孔家后辈比试文采的，又不是去打闷棍的。去花楼找那群酸儒比试，那不是正应当吗？真是笑话！孔家可是圣人世家，家学渊源，他们家的后辈个个学识过人，是谁给你勇气找他们比试文采的？我有没有本事，咱们暂且不说，单单说我去花楼是为你出气，这总没错吧？非但无错，这还有功呢。森少爷年纪轻轻就知道为老爹出气，这么孝顺的孩子上哪去找？就是森少爷这么乖的孩子，打着灯笼都难找。国公爷您可别再冤枉他了啊！一时间群情激愤，围观百姓都为小森求情。程咬金一时也想不到反驳的理由，心头一软，便放过了他。爹，孔家诗会就在今晚，放心吧，我一定帮你找回场子。当天傍晚，程咬金带着小森来到了孔家诗会的举办地——长安城最豪华的万花楼。刚进大厅，一个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就搔首弄姿地迎了上来。哟，这不是卢国公吗？哪阵春风把您给吹来了？你可好久没有照顾奴家生意了，奴家都有些想您了呢。老子的儿子在这儿，你跟老子说这个干嘛？是嫌老子家宅太安宁了是吧？老夫何时来过此地？金掌柜，你莫不是记错了吧？用得着人家的时候就叫人家小甜甜，
用不着人家就叫人金掌柜。国公爷，你好狠的心啊！罢了罢了，奴家这就去告诉新柳、新阳两姐妹，国公爷变心了。哟，看来这程老魔也是个有故事的人啊。新柳、新阳还两姐妹，我得记下来，以后跟娘告状用。你这没眼力见的烟杂货，瞎说什么怪话！老夫今天是来参加孔家诗会，与文人雅士探讨文学的，不是来寻花问柳的啊！老夫两袖清风，一身正气，怎么会认识其他不相干的人？金掌柜莫要乱说话，要是坏了老夫的名声，小心老夫拆了你这万花楼！国公爷无端端的发什么怒啊？奴家就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你难道还当真了不成？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我儿子就是来砸场子的。孔家办的什么垃圾诗会，连我程家人都不邀请，是看不起谁？国公爷息怒，孔大人的诗会就在牡丹阁，奴家这就带大人过去。孔老匹夫何在？快来迎接你程爷爷！程憨子，你想干嘛？今天老夫设的可是诗会，不是比武场。你这大字不识一个的憨货，来这干嘛？孔大人别误会，我们不是来找麻烦的。我一直听闻孔家举行的诗会是文学圈的翘楚，我心有向往，这才让家父带我过来见识一番。你这小子还有救，不像你爹是个只会动手的憨货。既然你想见识一下诗会，那老夫就给你这个机会。孔大人又误会了，身为人子，我怎会参加一个当面辱骂我爹的人所举办的诗会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要在你们最擅长的领域击败你孔家所有人。我倒是要看看，一群连憨货儿子都不如的垃圾，以后还怎么有脸骂我爹是憨货？穿越大唐，你激活逆子体质，怼翻一品的酸儒，只因他们骂你全家都是没有文化的憨货。而此时的酸儒们还在嘻嘻哈哈，完全不知道为了帮程咬金找回场子的你，战斗力有多可怕。老匹夫，今天咱父子就是来砸场子的。大字都不识一个的程咬金却要跟文官比试文学，只因这群文官说你全家都是没脑子的憨货。身为亲儿子的你，决定帮程咬金找回场子。混蛋，你们找我儿子？不的，老子亲自奉陪。咱程家主打的就是一个文武双全。我没听错吧？卢国公让自己的儿子和孔家比试文学，一看就是亲儿子，但凡是领养的都不好意思这么坑。既然卢国公这么有雅兴，阿福，你来陪程公子玩玩。嘿，小少爷，老奴是孔家奴仆，绰号对王之王的对穿肠。您要怎么比，只管跟老奴说，老奴一定不会让你输得太惨的。既然你擅长对对子，咱就比这个吧。我也不欺负你，你先出题，我来对。哼，年纪不大，口气倒是不小。不好意思，我俩惺惺相惜，情不自禁。言归正传，我们开始吧。二元断木深山中，小猴子也敢对句。此上联一出，大厅里的学士纷纷心神震动。句字是句的谐音，此对联一语双关，嘲讽程小森不自量力，是个只会供人玩乐的猴子。就这，一马失足淤泥内，老畜生怎能出题？你快出对子对死他！面对面吃面，手牵手解手。马保国骑马保国，毛不易拔毛不易。我操，这小子厉害啊！我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你吃喝嫖赌样样在行。对对子本为消遣作乐，今日穿肠爷爷对到呕出几十两血，可谓空前绝后，本少佩服佩服。你们孔家就这水平啊？那老仆从不过是我孔家一家奴而已，代替不了我孔家啊。咱们两家的比试还没开始呢。这么说来，你能代替孔家了？我是孔家嫡孙孔志远，自然可以代替孔家。哦，原来是贤侄呀。臭小子，你叫谁贤侄呢？我爹和你的祖父以平辈论交，那你自然就是我的晚辈，我不叫你贤侄，叫什么？孔志远铁青着脸，发作不是，不发作也不是，憋屈无比。而程小森还在贱兮兮的占便宜。
我说贤侄啊，当叔叔的也不欺负你，你们孔家所有小辈都一起上吧，免得浪费时间。嚣张，太嚣张了！哼，对子只是小道，难登大雅之堂。不过你想玩，我也就奉陪到底了。不是你，而是你们。大侄子们一起上吧。我操！瞎了我的狗眼！2炷香20多个千古绝对，这是人能做的事儿？什么人？这是神界！文曲星下凡也不过是这个程度了。三少爷长得帅就算了，偏偏还这么有才华，这还让人怎么活？程咬金看到儿子把孔家所有后辈都给折服了，当下乐得哈哈大笑，忍不住大声叫嚣：还有谁？我就问问还有谁？我儿子1对20大获全胜，就问你们孔家到底服不服？孔老匹夫，不服的话你亲自下场，我不算你违规，不过就算加上你，你们孔家也还是输。哈哈哈哈！罢了，此次比试是我孔家输了，我孔家有眼无珠，谩骂了神童的父亲，老夫在这里给卢国公赔罪了。程咬金听到这话，美的鼻涕泡都快冒出来了。自从李世民登基以来，他从来就没骂赢过这群酸儒，这次靠儿子竟然收获了儒学大家孔颖达的道歉，简直是不可思议。卢国公，令郎如此年幼就有惊人的学识，想必他的恩师更加不凡吧？不知道令郎师承何人？我说老孔啊，不是我跟你吹，我这儿子可是天生神童，生而知之。哈哈，我都没给他找过师傅，他自己一个人自学成才。哟，还没拜师。如果将这小子收入门下，将来培养成儒学大师，说不定老夫还能名垂千史。孔伯伯不容易啊，要亲自教这么多不孝子孙，想必平时一定很劳累吧？怪不得您这么早就满头白发了。贤侄，还是你懂我啊！老夫这些年为了这群不争气的逆子，可是操碎了心。你们这群没良心的逆子！你叔叔今天只是第一次见我，就关心我满头白发，你们呢？这些年有关心过我吗？真是白养了你们这群没良心的东西！啊，爷爷你这么现实的吗？刚刚还恨不得吃了这小子，现在反过来让我们叫他叔叔，还敢顶嘴！孔伯伯别生气，气坏了身体可不好。孩子们还小，不能对他们要求太高，等他们长大了，自然就会明白咱们这些做长辈的苦心了。在场的孔家后辈都傻了，10分钟前他们还是孔家麒麟子，转眼就成了大不孝的逆子，一个个都陷入了自我怀疑之中。一个两个的还愣着干嘛？还不谢谢叔叔的教诲！谢谢叔叔教诲。大侄子们都退下吧，叔叔我累了，去隔壁房间休息一下。爹，你和孔伯伯继续喝，不用管我哈。堂堂国公曹廷少当众撕烂官服，只为向李世民展示身上的19道刀疤，只因你以一敌百赢来的官职被李世民罢了。而此时的李世民还在嘻嘻哈哈，完全不知道即将失控的程咬金有多可怕。哈哈，程爱卿，你有一个好儿子，以后莫要撒泼耍混，要多跟你儿子学学，多读一些书，知道吗？俺肯定跟着俺娃学习，不仅是俺，从此以后俺程家上下都会跟着俺娃学习，尽量把俺程家变成书香世家。陛下，昨日神童出世固然值得高兴，但也为老臣带来了不小的麻烦。哦，孔爱卿怎么说？昨日众多学子在神童面前自惭形秽，竟无一人敢提笔作诗，所以陛下吩咐的举贤出世的任务无法完成，老臣办事不力，望陛下恕罪。哈哈，无妨，贤良可以择日再选，但神童只会有一个，此事孔爱卿非但无过，反而有功。程咬金越听越不对劲，孔颖达和李世民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不让程小孙当官。程咬金越想越气，直接跳起脚来大骂：喂，你个不要脸的孔老匹夫，俺娃子好不容易迎来的魁首，你凭啥昧了俺娃子的官职？你莫不是欺负我程家无人不成？孔老匹夫，下朝休走，
咱们皇宫门外决一死战，看俺不把你的响给打出来！卢国公见谅，这官位非是老夫不举荐，实在是我大唐没有孩子当官的先例呀。哼，陛下，俺要弹劾孔老匹夫嫉贤妒能，极度不要脸。为了他孔家门生能够出世，大胆抹杀俺娃子的贡献，陛下，你一定要为俺老程做主啊！李世民听完头都要炸了，碰上程咬金这么一个泼皮无赖，他也是无奈，当下只能温声解释道：知节别闹了，孔爱卿这也是老程之见，大唐确实不能让一个孩子当官。陛下，你不能这样对臣呀，不能因为俺儿子年纪小就把他的官给免了呀！你可是金口玉言，不能言而无信呐！程咬金说完，看到李世民没反应，觉得程度不够，于是把官袍一撕，指着身上触目惊心的伤疤，逐条开始数。这第一刀是打王世充的时候为陛下挡的，这第二刀是打窦建德的时候替陛下挡的，这第三刀是打刘黑闼的时候。此时，李世民心里的怒火早已像熊熊烈火一样在燃烧，恨不得当场呼唤左右把程憨子拉下去杀头100遍。正当他要出言呵斥时，听到程咬金说到第19道刀疤的故事。这第19刀是在瓦岗寨的时候你偷看。我尼玛！偷看寡妇洗澡的事，你当众说出来干嘛？真当朕不要面子的吗？程咬金眼中狡黠之色一闪，接到李世民的信号之后就不往下说了，随后装出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。陛下，臣无能啊，挨了数十刀还保不住儿子的官位，臣实在是没脸活在这世上了。陛下，臣这就去了，你可千万不要想念臣啊！行了行了，卢国公丰功伟绩确实不凡，我大唐也万无苛刻功臣的道理。这样吧，先让你儿子去当个小御史，监察一下百官，这活比较轻松，适合小孩子干。程咬金虽然心里嫌弃官小，但也知道可一可二不可再三的道理，只得跪地叩拜谢恩。放衙后，程咬金邀请了几个同僚到府上吃酒，打算庆祝程小森当官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夫人崔氏正黑着一张脸等着他回来。此时的程憨子并没有感觉到气氛的诡异，反而兴高采烈的大喊：哈哈哈！夫人呐，快把咱家珍藏的好酒拿出来，我今天要与诸位大臣不醉不归。诸位大臣，奴家这厢有礼了。你们来的可真巧，正好奴家请了万花楼的新柳新阳过府，等会宴席上请他们为诸位大臣助兴。新柳新阳，程咬金贼眉贼眼的四处观望，想要找到新柳新阳的身影。就在他转头的一瞬间，崔氏闪电般的从背后掏出一根手腕粗细的木棍向他砸过来。夫人，你听我解释啊！我让你去青楼，我让你去青楼。夫人呐，我昨天是去万花楼挑战孔老匹夫的，可不是去寻花问柳的。俺保证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啊。弟妹，这么多大人都在呢，你给知节留点面子，有什么事不能私下里说，非得在众人面前动手。秦二哥，奴家不是善妒的人，若只为青楼的事，奴家万不敢在外人面前奏这憨货。可他犯的错实在是太大了，这憨子差点把森儿给丢了呀！啊，森儿不是在牡丹阁的大床？哦，坏了，老子把森儿忘在万花楼了。森儿可是奴家身上掉的一块肉，奴家好不容易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喂养大，若是丢了，这可让我怎么活啊？这时，几位想收程小森为徒的大臣们听到程咬金这离谱的行径，也怒了，纷纷指着他的鼻子骂道：“你个憨货，竟然没安排人送我徒儿回家！老夫告诉你，我徒儿要是有个3长2短，老夫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”程夫人教训的对，这憨子就得好好抽他。带小森去花楼，还把他忘在那了，怎么当父亲的？刚刚某还觉得程夫人有些小题大做，现在不得不说程夫人打得好，对这憨子就不能留情面，必须狠狠的抽。你们不对呀，夫人，你是不是已经找到森儿了？不然怎么会有闲情逸致在这揍我？爹娘，各位伯伯好。森儿，你怎么这个样子？怎么受伤了？没什么，是我遇到拍花子逃跑时弄伤的。那些拍花子的跑得可快了，要不是我机灵，今天就见不到娘亲和您了。臭小子，有你这么坑爹的吗？娘，什么时候开饭呀？我一天没吃东西了，好饿呀！秦叔宝听到程小森被饿了一天后，脸更黑了。他默默从崔氏手里接过棍子。弟妹啊，你力气小，揍人这种事，二哥来。堂堂国公爷竟被夫人和大舅子吊着打，只因他不仅带着儿子上花楼，还差点把儿子弄丢了。程咬金万万没想到，自己被揍得最惨的一次，竟然是在自己的府衙。我让你没记性，我让你不长心，我让你把森儿忘掉。二哥，今天就这样吧，棍子都断了，你气也该出完了吧？
秦叔宝深吸了一口气，正准备收手，谁知这时程小森跑过来，递给他一根上好的藤鞭。秦伯伯用这个，我爹说过这个好用，他平常都是用这个揍我们的。哦，不要啊！爹，你就别和娘犟了，他也是为你好，好好跟娘认个错就完事了。此时的程咬金当然不会认为自己有错，按他的想法，一切都要怪那两个拍花子。看着身边的国公府护卫牛二，程咬金气不打一处来。牛二，你还站在这里干嘛？还不快点带领府兵去把那该死的拍花子给老子抓过来！老子养你是干什么吃的？牛二没有动，反而眼神诡异的看着程小森，动嘴想说什么，又没有说出口。哟呵，老子还使唤不动你了是吧？哼，你不赶紧去找拍花子，在这里看四儿作甚？难道他是拍花子不成？这个一时半会儿的，末将也不知该去哪里找。找不到就去把长安城所有的拍花子都抓过来，让四儿一个一个的认。这点小事也需要我教你吗？牛二还是没有动静，又是诡异的看了程小森一眼，而程咬金好像看出了点苗头。牛二这支支吾吾的样子，只会在袒护自己儿子的时候出现，于是改用军令的口吻：牛二听令，把你查到的一切都说出来，不得有一丝一毫的隐瞒。得令。森少爷今天不是在万花楼逃走的，他是坐着万花楼的马车回来的，马车直接将森少爷送到府门口，所以他不可能遇到拍花子的。据我调查，森少爷身上的狼狈模样是他自己弄的，少爷今天也没有受一点委屈。程小森偷偷的瞄了一眼程咬金的神色，只见他面目通红，须发皆张，眼神凶狠的像要吃人似的。森儿，你真有出息啊，竟然敢坑老子！爹，你听我解释。可以啊，到爹身边慢慢说。眼看形势不对，程小森转过身，撒腿就往外跑。程咬金不顾伤势，立马追了出去。花松，你给老子站住！老子今天不抽死你，就不叫程咬金。爹啊，你听我解释，这都是误会啊！你站住，老子就听你解释。你听我解释，我就站住。你站住，老子就听你解释。你听我解释，我就站住。你解释，老子就站住。啊呸！你站住，老子就听你解释。救命啊！爹，你不讲道理，我不服。老子就喜欢以理服人，有啥不服的尽管说，老子倒要看看你能说出什么门道。你昨天找女人乐不思蜀，把我忘在万花楼，是不是你有错在先？瞎说什么？我怎么会把你忘了呢？那是俺上朝不方便带你，所以暂且将你寄放在万花楼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俺不是把你忘在花楼，而是把你寄放在花楼。爹啊，咱这可是有人证的，要不把金掌柜叫过来问问。就算我把你忘在万花楼，那又怎样？你又没受到一点伤害，为什么编出一大堆故事来坑我？我那是坑你吗？我那是为了加深你的记忆，省得你以后再把我忘在其他地方。哟呵！各位叔叔伯伯评评理，如果不给我爹一个深刻的记忆，他是不是会再次把我忘了？几个大臣相互对视一眼，对程小森的话表示赞同。而程咬金看着儿子一脸嘚瑟的样子，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好在他也是讲歪理的小能手，当下就找到程小森一个破绽。就算你有千千万万个理由，你也不能欺骗爹娘啊！俗话说百善孝为先，你欺骗自己的父母就是不孝。既然你不孝，那老子抽你，你没意见吧？谁被抽会没意见？你先说说你错没错，再说我的问题。你要是不承认自己错了，那我也没错。你诚实，我就跟着你诚实。反正我是你儿子，什么都是跟你学的。程憨子，老娘今天打你，是因为你经常喝花酒，跟森儿没有一点关系。你今天要是敢动森儿一根手指头，老娘跟你同归于尽。森儿别理他，咱们吃饭去。饭桌上，几个大臣都热情洋溢地招呼程小森坐到他们身边，想要和他套近乎。一时间相持不下，谁也不肯让着谁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硝烟的味道。好了，既然你们都想收森儿为徒，不如让森儿考考你们，你们也借此展现一下自己的能力，好让森儿选个良师。森儿，你有什么想学的，尽管说。在场的大臣都是大唐最博学的人物，不论你想学什么，都可以拜到一位好师傅。说的跟真的似的，我想学怎么做原子弹，他们也能教我吗？
我想学怎么做原子弹，他们也能教我吗？整个大唐最博学的几位大儒齐聚城子，目的就是想收程小森为徒。本想展示才华的几人却被小森的问题给难住了。原子弹，这是何物？老夫只听说过鸡蛋、鸭蛋，还从未听过什么是原子弹。莫非是一种惊奇的吃食？都说君子远庖厨，怕是在座的诸位都不会原子弹的做法。若是贤侄真以此为题，怕是得拜一个厨子为师才行。森儿别胡闹，现在是你拜师的关键时刻，莫让诸位大人笑话。若你真想吃原子弹，一会伯伯让厨房给你做。你才想吃原子弹，你全家都想吃原子弹，给你一个饕餮的胃都撑不住吧？那我就换个问题吧，若谁能解开我这个疑惑，我必定一心一意随他学习知识，将他当作亲生爹娘一样孝顺侍奉。诸位大臣瞬间提起了精神，目光熠熠地盯着程小森，一副放马过来的表情。自大秦一统之后，数个朝廷更迭交替，从未有过永世长存的朝廷。我最近正在研究历史，想要找寻各个朝代灭亡的规律，但找了许久，总感觉缺了点什么，望诸位大臣能为我解惑。诸位大臣尽皆倒吸一口凉气，感觉这把年纪都活到了狗身上，想问题竟没有一个孩子想得深刻。思考片刻后，洪应达率先回答：诸朝之败，败于君不贤。但凡朝廷气运下降，都是因为皇帝昏庸无能，轻小人而远贤臣，整得朝堂乌烟瘴气。这样的朝堂不灭，谁灭？非也，非也，孔大人狭隘了。朝堂之上固然是以皇上为首，但组成朝堂的却是臣，所以我认为诸朝之败在于臣不忠。若是朝堂上下万众一心，人人各司其职，朝廷便能永世昌盛。那你们还不如说诸朝之败，败于心不仁。若是整个朝堂都彻底贯穿儒家思想，那这朝堂将永远是一个明镜高悬的朝堂，朝廷当然也会永世长存。顷刻间，诸位德高望重的大臣谁也不服谁，互相吵作一团。这时，程小森突然一声大喝，把众人都镇住了。你们说的都不对。诸朝之败，败于民不稳，民不稳则国不稳，民不富则国不富。要想国家永世长存，这百姓必须稳；国家若想繁荣强盛，这百姓必须富。大臣们自然知道程小森说的是最正确的答案，可民稳二字看似简单，做起来却困难无比，所以他们才宣扬自己最擅长的领域，目的是让小森感兴趣，并因此拜他们为师。没想到这小子却抓住话头，把众人教训了一番。亏你们还是朝中大臣，连这最简单的标准答案都不知道。我都不知道皇上怎么会让你们做大官，仇人呐！尼玛，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了是吧？小小年纪竟敢嘲讽我们，谁给你的胆子？秦伯伯，我的问题他们都答不上来，拜师的事就在意吧。那就在意，大家吃饭，吃饭。送走诸位大人后，程咬金得知小森并没有拜任何一位大臣为师，一脸满意的摸着小森的头，感慨道：森儿啊，本来老爹我还担心你年幼不知轻重，莽撞的拜几位大臣为师，没想到你年纪轻轻，竟然也有这般玲珑心思，懂得避嫌的道理。这老登又在说什么胡话？若你真拜那几位大人为师，老爹我以后就要夹着尾巴做人了。毕竟此事往重了说，也有几分勾结朝中大臣的嫌疑。平时自然不怕，但若是与陛下起了嫌隙，咱家的日子可就不好过喽。爹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不拜师纯粹是因为……我知道你是为了爹考虑，你要记住，想在这大唐混，你就要多想多看，多猜猜陛下的心思。平时要大错不犯，小错不断，这样才能在朝堂上混。等等，爹，我什么时候说要去朝堂了？哎呀，瞧俺这记性，都忘了告诉你了。陛下今日在早朝上当着百官的面封你为监察御史了，怎么样？高兴吧？爹啊，我才多大啊？咱大唐就如此缺人吗？少跟老子废话！让你当官，那是你老爹面子大，陛下特意赏的，别人想当还没这个福分呢。你少跟老子唧唧歪歪！程咬金恬不知耻地忽略掉他怎么坑李世民的过程，把这一切归功到自己面子大身上。老子跟你说啊，你去朝廷是去当御史的，看谁不顺眼，你只管跟老子狠狠地参他，千万不要给老子留情面。有老子给你撑腰，你谁也别怕。你只有多残忍，才能多立功。凭你老爹跟陛下的铁关系，升官那种小事岂不是手到擒来？程咬金拽得跟258万似的，就差在脸上写着我很牛逼4个大字了。而程小森则满脸的不高兴，
行，参人是吧？你很牛是吧？那小爷我明天就把所有的大臣全都参了，看你还罩不罩得住。第二天，李世民看到号称神童的程小森出现在太极殿，内心忍不住的喜爱。程小爱卿辛苦了，如此年纪就承受这番劳累的工作，实属不易。魏征，程小爱卿初次上朝，想必对自身职责还不是很清楚。你身为御史大夫，定要好好教导，切勿耽误了我大唐的栋梁之才。是，陛下。陛下，微臣知道自己的职责。上朝的路上，我爹说了，微臣是大唐的御史，当以直言，敢谏为己任。很好。诸位叔伯勿见怪啊，以后同朝为官，多有得罪之处，望诸位大人多多包涵。俺爹说了，做官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忠字，只要俺能把比俺官职高的大人都参下去，啊不对，是只要俺能对陛下一直忠心耿耿，陛下就一定会给俺升官。听到把官职高的给参下去这句话，所有大臣都忍不住笑了。李世民也觉得万分有趣，忍不住呵呵笑道：程小爱卿说的对，只要你能忠心对朕，且所言非虚，朕亲自为你撑腰，保证这个朝堂上没有一个人能动得了你。哟，这可是你说的。陛下，臣有本奏。都退后，我儿子要开始装杯，不对，是开始参人了，小心溅你们一身血。你穿越大唐，成为了年纪最小的监察御史，第一天上朝就把所有国公全弹劾了一遍，甚至连李世民都不放过。孽障！你真以为朕不敢嘎人吗？只因你有一个爱坑儿子的亲爹程咬金。都退后，我儿子要开始装杯，不对，是开始参人了，小心溅你们一身血。臣要弹劾吴国公尉迟恭3天前买包子不付钱，欺压百姓之罪。胡说八道，那是因为包子没熟，俺才没给钱，跟欺压百姓有个毛的关系？你年纪轻轻就敢诬陷老夫，你就不怕老夫揍你吗？爹，他凶我。尉迟黑子，你要作甚？你想挡俺娃子的晋升之路不成？俺娃子弹劾你，你就乖乖的听着，否则俺定与你大战300回合。儿子别怕，你尽管壮着胆子弹劾，有俺保护你，俺看有哪个不长眼的敢动你。就等你这句话。程小森迅速从怀里掏出10几本奏折，扯着嗓子开始念叨：俺要弹劾邢国公房玄龄逛青楼不给钱。胡说，那是老夫用一手花魁诗换的，文人的事哪能说不给钱？俺要弹劾琅琊郡公牛进达当街开小姑娘的油。放屁，那是老子的爱妾，老子想怎么开就怎么开。俺要弹劾河间王李孝公当街强抢小女孩糖葫芦。你妹，那是老夫的孙女，老夫逗孙女玩也有错吗？俺要弹劾陛下华港寨偷看小寡妇。不对，这个拿错了。孽障！你真以为朕不敢嘎人吗？不到半刻钟，程小森就把当朝的国公全部弹劾了一遍，不管什么脏水都往他们身上泼，气得他们七窍生烟，尽皆凶神恶煞的围在他身旁，磨刀霍霍要揍他。俺警告你们啊，你们可不要动我，小心俺爹收拾你们。所有国公向程咬金投去一个择人而视的目光，威胁之味甚浓。而程咬金艰难地咽了口唾沫，弱弱地退了2步，忽然对着太极殿的柱子就是一阵猛夸：哎呀，以前俺老程咋没发现这柱子不一般呐，竟是罕见的金丝楠木。若是用这木头给俺儿子打一口棺材，肯定不会辱没了俺儿子惊世神童的身份。爹啊，我可是你亲生儿子，你怎么能这么坑我？你说过会为我撑腰的。我呸！你昨天坑我的时候咋不说我是你爹？各位老哥，听俺一句心里话，要揍这小子就趁早，千万不要给他狡辩的机会。程咬金可是个心眼不大的人，昨天被儿子坑得那么惨，早就想伺机报复了。如今大好机会摆在面前，他肯定不会放过。而程小森却没有露出丝毫的恐惧，嘴角反而微微上扬。各位叔伯明鉴，此次弹劾虽然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，但其实都是我爹在幕后指使。大家要揍也应该揍我爹，不应该揍我。臭小子，休要胡说！各位叔伯，你们看，我爹被我说中了，就恼羞成怒了。你们刚才也看见了，俺爹在朝堂上极力怂恿我，要不是他把那些罪证给俺，俺也没地方查啊。有道理。我看这背后主使定是程憨子，贤侄昨天让程憨子吃了个大亏，此事定是程憨子逼迫贤侄得罪咱们，想借咱们的手教训贤侄。对，程憨子这人一肚子坏水，只有他才能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。我看这背后主使定是他无疑了。当下所有国公全都怒了，
面色狰狞地看着程咬金。程咬金一看情况不对，立马对着李世民就是一阵哭诉：陛下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俺老程真不是那样的人啊！这些事全是这臭小子自己干的。你他妈还有脸说？偷看小寡妇的事就咱俩知道？不对，这世上敢污蔑朕偷看小寡妇的人只有你一个，你还有理了？陛下，虽然俺爹对俺不仁，但他毕竟是俺爹，俺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挨揍。哈哈，俺就知道儿子孝顺，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俺挨揍的。陛下，俺儿子替俺求情了，你就饶了俺这次吧。怎么，你要替你爹求情？不过此事朕也不好做主，你得让几位国公满意。那个，我的意思是，我这当儿子的看着老爹挨揍，总归不好。你们能不能出去揍？哈哈，卢国公，咱们去外面唠唠。不要啊！老六只是在皇宫吃了一条烤鱼，却被李世民和长孙皇后混合双打。只因他吃的是象征大唐祥瑞的龙鱼，用的柴火是李世民亲手种的五彩香烛，甚至差点把整个御花园给烧了。皇宫就是不一样，鱼都特别肥。程小森正准备开吃，突然发现一个小萝莉朝他走了过来。小丫头长得粉嘟嘟的，十分可爱。小哥哥，你在烤什么东西这么香呀？能不能让四子闻一下？就让四子闻一下好不好？四子保证不吃。四子，那不就是晋阳公主李明达？就李世民那个五大三粗的模样，竟然能生出这么可爱的闺女。四子快过来，哥哥请你吃鱼。小哥哥你吃就好，四子就闻闻，不会抢哥哥好吃的。好可爱呀！没事，你尽管吃，哥哥这还有足够咱俩吃的了。四子看着火堆上方的4条烤鱼，眼中逐渐亮起刺目的光芒，向程小森诺诺的道了一声谢之后，抓起一条最小的烤鱼，甩开腮帮子就开始吃起来。好香啊！四子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烤鱼。小哥哥你好厉害，不仅长得好看，还会做好吃的，比我哥哥强多了。以后经常做给四子吃好不好呀？我倒是想啊，就怕你爹不同意。小哥哥，你叫什么呀？四子给你当亲妹妹好不好呀？就在四子极力恭维程小森时，李世民带着长孙皇后来到了2个小家伙身后。好你个臭小子，做烤鱼做到皇宫里来了，你就不怕一个不慎把朕的御花园给点了吗？陛下，我可是神童，怎么会做那种没出息的事？哼！你就是森儿吧？下朝了，怎么不跟卢国公回家啊？这个嘛，这小子今日在朝堂上把程憨子坑得那么惨，他敢回去吗？朕好心留你在宫内玩，你小子倒好，在皇宫里烤鱼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成何体统？父皇，你不要骂小哥哥吗？他做的烤鱼可好吃了，不信你尝尝。陛下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。来尝尝臣的烤鱼，不是臣吹牛，臣烤的烤鱼绝对是天下一绝，保证你没吃过。李世民看到四子在求情，再加上眼前的烤鱼实在太香了，他没好气的翻了个白眼，不再追究。啊，这是啥呀？这也太好吃了！这味道当真不凡，不知这是什么鱼，竟如此美味。这个，臭小子，皇后问你话呢，怎么，莫不是这鱼肉不是什么好鱼不成？不，这是好鱼，还是天下最好的鱼，就是因为它太金贵了，所以臣不好说出口。你个胆大包天的小兔崽子，鲤鱼你都敢吃？你不知道大唐律例不能吃鲤鱼吗？陛下，这鱼臣还没吃呢，都是您一家人在吃。要说触犯大唐律例，您恐怕……李世民脸上气得老脸通红，浑身止不住的散发着煞气，而长孙皇后却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。陛下，这小子太可爱了，我还第一次见有人敢这么威胁你的。森儿，你这烤鱼是怎么做的？有什么秘方吗？皇后娘娘，这烤鱼首先就要选择柴，我选的柴是御花园内最好的竹子，它本身就含有一股独特的清香，所以烤出来的鱼特别的香。最好的竹子？对呀，有问题吗？那是朕从南方特意弄来的五彩香烛，老子费尽千辛万苦就种活那么几10颗，你他妈敢当成柴来烧？老子今天非揍死你不可！陛下，你听我解释啊！好了，陛下，吓唬他一下就够了，没必要真的打他。
你一个堂堂皇帝打不下的孩子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像什么样子？那可是朕花了3年亲手栽种的五彩香烛啊！这小兔崽子为了烤鱼，竟然全看光了，你让朕怎么饶他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为了那几颗破竹子，有时连处理正事都给耽误了。魏征为此弹劾过你多少次了，你就是不改。没了也好，省得你每天心心念念的想着他们，耽搁了朝廷大事。哟，魏征竟然为竹子弹劾过李世民，有了。陛下，你身为95之尊，家国大事全记在您一人身上，怎能为了这等玩物浪费时间？臣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江山社稷啊！陛下，你可是要做千古一帝的明君，万不可为了区区玩物败坏了你的名声。这孩子还小，你就放过他吧。李世民想到程小森颠倒黑白的本事，他要是和魏征添油加醋这么一说，那这一整年自己都会不得安生，只得放过程小森。可惜这等美味只能品尝到这一次了。本来妾身还想着学会这种烤鱼的制作方法，以后多做给陛下吃。可五彩香烛只有南方才有，臣妾这个愿望怕是完不成了。能完成？能完成的。这五彩香烛可以用果木代替，那样烤出的鱼虽无竹香，但有果香，也是别具一番风味。只要皇后娘娘准备好和臣一样的鲤鱼就行。什么鲤鱼？不会是？皇后放心，人工湖的大锦鲤臣没动，臣就在竹林旁的小池塘捞了几尾小鲤鱼。这鲤鱼可不一般，个个膘肥体壮，野性十足，一身银色鱼鳞和金色鱼鳞更是不凡。咦，皇后娘娘你怎么了？脸色怎么有点不对？没事拿棍子干嘛？那是番外进贡的龙鱼，大唐的祥瑞，是本宫亲手一点一点养大的宝贝。咦，这个臣不知道啊。所谓不知者不怪。不怪个屁！现在本宫就揍死你，为龙鱼报仇！不要啊！老六第一次进宫就砍光了李世民亲手种的竹子，甚至在御花园内生火做烤鱼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些鲤鱼是象征大唐祥瑞的龙鱼。长孙皇后日日照料，才勉强养活了4条，结果全进了李世民一家3口肚子。现在本宫就揍死你，为龙鱼报仇！不要啊！哈哈哈！观音碧，这下你知道这小子有多气人了吧？朕就说过要揍他，你还不让，现在你后悔了吧？皇后娘娘，你不能揍臣，臣是当朝御史，你不能随意惩罚朝臣，否则御史台一定会弹劾你的。本宫是一国之母，所有孩子本宫都有管教的权利，就算魏征那老头来了，也挑不出本宫的毛病。怎么，你还有意见？哈哈哈哈哈！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整个朝廷都知道，宁惹皇上，不惹皇后。但凡是皇后想要做到的事，没有一件是她办不成的。你今天这顿揍是挨定了。一旁的四子看到程小森要挨揍了，赶紧跑过来求情。母后，森哥哥那么漂亮，做的烤鱼那么好吃，是不会犯错的。你是不是误会他了呀？傻闺女，那小子的烤鱼就是用小金、小银他们做的，你怎么还为他求情？四子傻眼了，年幼的他不知道龙鱼是什么，所以还不知道自己吃的烤鱼是他曾经最心爱的伙伴。刚才皇后一说，他就明白了。瞬间，四子就抱着手中的烤鱼开始哇哇大哭。小金、小银，你们死得好惨呀！被火烤肯定很疼吧？四子对不起你们，要疼你们了。四子一哭，李世民和长孙皇后更生气了，两人也不跟程小森废话，一个按着他不动，一个拿起棍子就要揍。正在这危机万分之际，程小森扯着嗓子一声大吼：“陛下，臣要死谏！”小子，死谏可不是那么轻易的说出口的。你若是现在认错，皇后最多揍你一顿；但若是你敢胡乱死谏，朕可是要治你大罪的。你可要想清楚了再说。陛下，按道理，臣子谏言，臣妾应该退下，但今天臣妾就要失礼一回了。如果这小子不能给出杀死龙鱼的理由，不管陛下怎么罚他，臣妾这顿揍他是逃不掉的。笑话！我堂堂穿越者，有着后人数千年的智慧结晶，乖乖被你们揍，岂不是被粉丝笑死？陛下，臣要弹劾太上皇。卧槽，这小子又玩什么花样？不是找逃脱杀龙鱼罪责的理由吗？怎么扯到太上皇身上去了？爱卿有何事尽管说来，朕定当仔细斟酌。如今关中大旱，蝗灾爆发，百姓颗粒无收，眼见就要出现饿死人的景象，而河里的鲤鱼个个膘肥体壮，百姓们却因大唐律例不敢捕杀他们果腹。你说制定这条律例的太上皇该不该参？
唐朝明文规定，因为李字和李字同音，鲤鱼是不能吃的，百姓就算不小心抓到鲤鱼，也得乖乖放掉。程小森的话虽有些胆大妄为，却也算得上逆耳忠言，存在几分道理。望陛下以天下苍生为重，废除鲤鱼不可吃之大唐律例，让灾民在这饥荒年间能多一些食物。鲤鱼为大唐圣鱼，为我皇室龙脉在这世间的化身。若是大肆捕杀鲤鱼，岂不是让天下人小觑了我大唐李氏？我皇室的威严何在？威严自在民心。陛下您细细考虑，是为了一己之私保护鲤鱼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子民被饿死，能够得民心，还是视天下百姓为子民，情愿自己的威名受损，也要为百姓找一条活路的明君，得民心。李世民听完觉得颇有几分道理，可此条律例是李渊亲自制定的，本来自己就背负着逼父禅位等大逆不道的名头，若是贸然废除这条律例，怕是心怀不轨的人又要大肆宣扬自己的不孝了。而程小森也看出了李世民的犹豫，试探着说道：若是陛下不想再次冒犯太上皇，可成立一支专属捕鱼队伍，专门为灾民捕捉鲤鱼，这样既可以大肆宣扬陛下的仁德，收拢天下民心，因为是大灾年间的特殊措施，也不会有冒犯太上皇之意。这小子可以呀，废除律法，百姓也就感恩那么一次，而专属捕鱼队伍每次发鱼都能让百姓对阵感恩一次，确实是收拢人心的好手段。爱卿之言实乃救灾良策，当真是让朕受益匪浅。陛下，计策问完了吧？臣妾是不是可以开奏了？这卸磨杀驴不大好吧？要是传出去，朕还怎么当皇帝？没事，你唱红脸，我唱白脸，这恶人臣妾来做。臣妾这股恶气，今天非出了不可。想想你的五彩香烛，想想臣妾的龙鱼，想想你正在哭的女儿，想想这小子刚刚的态度。啥也别说了，我去驱散众人，你准备好棍子，等着开奏。陛下，你不讲信用，你卸磨杀不对，是过河拆桥，你不是个好皇帝。爱卿别误会了，朕这是帮你拦住皇后，可不是要揍你哟。放心，观音壁的棍子一点都不疼，你人人便好。救命啊！穿越大唐，你当着李世民的面弹劾太上皇李渊，只因李渊制定了不能捕杀鲤鱼的律例，而你却公然违背律例，请李世民一家3口狂吃烤鲤鱼。得知消息的李渊气得立马派人召你入宫。此时刚被皇后揍完的你，还不知道李渊的手段有多可怕。四子，你皇爷爷他脾气好吗？平时你惹他生气，他都怎么惩罚你呀？皇爷爷脾气很好的，从来不罚人，就算我做了什么错事，他最多也就是捏捏四子的小脸，从来不会罚四子的。哟，李渊脾气这么好的吗？不过他会揍哥哥们，只要哥哥们走路走得不对，他就会把哥哥们吊起来抽，直到他们的尖叫声能和琴师的音乐合奏成一首曲子才能停。我尼玛，这太上皇这么会玩吗？为什么你哥哥们走路会不对呀？是在你皇爷爷面前要守什么礼仪吗？你能不能教教哥哥？哥哥给你做好吃的。我也不太清楚，就只知道进门时你的腿不能迈错了，要不然就是对皇爷爷的不孝，皇爷爷就会发好大的火。就因为这个，那你就没迈错过吗？四子很聪明的，每次迈腿都正确。皇爷爷说过，四子是这世界上最聪明的人，谁都比不过。神他妈腿迈错就是对太上皇的不孝，那明明就是太上皇故意找茬好吧？森哥哥，你那么聪明，肯定没问题的，别怕，四子陪你一起去哈。没过多久，程小森便和四子来到了李渊的住所大安宫。只见李渊怒气勃勃地坐在大厅中央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肃杀的硝烟味。皇爷爷，四子来看你了，好吃的在哪里呀？乖孙女快来，爷爷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四子啊，一会儿你的好朋友如果坏了爷爷的规矩，爷爷可是要揍他的，你到时候可不能又哭鼻子求情哦。不会的啦，爷爷教训哥哥们我都看习惯了。再说了，森哥哥那么聪明，惨叫声一定会很快和琴师对上的，不会疼太久的。不行，得赶紧想办法逃离这里。还不赶紧让程御史进来，他可是咱大唐最忠心的臣子，才8岁就敢弹劾朕这个太上皇，你若敢怠慢了他，朕砍了你的脑袋。小臣大人恕罪，
老奴一时不察怠慢了你，你可别跟老奴一般见识。快进来吧，切勿让太上皇等久了。小程御史，快过来呀！大家都等着你开席呢，你再不过来，朕可就生气了啊！朕生起气，连朕自己都怕，你可千万不要惹朕生气呀！李渊说完，脸上和蔼，却目光森然地看着程小森，眼神透露着责人而视的凶态。看来不能再拖了，可到底是先迈左腿还是先迈右腿呢？程小森双眼一闭，直接一跳，双脚同时落地。按照往常的套路，迈左腿进门冲撞太上皇福玉，迈右腿进门冲撞太上皇的寿玉，皆是不孝的大罪。程小森这波操作可把一旁的太监整不会了。臣听闻太上皇这里规矩颇多，迈错了腿会冒犯太上皇。臣对太上皇的孝心苍天可见，万不敢对太上皇有一丝冒犯，无奈之下只能双脚齐进。适宜之处，望太上皇恕罪。哪个阿杂货敢造朕的谣？朕火砍了他！朕这里从来没有过规矩，只要你不冲撞朕的运势就行。福海，今日这小子冲撞朕的运势了吗？哦，陛下，今日小程大人双脚齐进，冲撞了您的寿运。若不惩戒一番，告慰上天，您的身体肯定又是一场大病啊！哎呦，朕就说怎么你一进门，朕的头就开始痛。原来是你这小娃娃惹的祸！哎呦，朕的头好痛，朕要听乐曲啊！福海，快让曲子响起来！小程大人勿怪呀，太上皇老毛病了，头疼了得听一首别致的乐曲，等会你跟着琴师们的节奏惨叫就成。只要你能和琴师们合奏的完美无缺，太上皇一定会痊愈的。就来秦王破阵乐，那曲子慷慨激昂，朕听着爽。陛下，你的头疼不是冲撞了运势，而是病，是危及生命的大病。这种病，臣能治。哦，程御史小小年纪竟还懂岐黄之术，那朕倒要好好听听。若是程御史能把朕的头疼治好，朕不仅免了你的罪过，还记你一大功。臣先不说你是什么病，陛下您除了头疼，是否还有五心烦热、头晕耳鸣、出虚汗、食欲不振等症状？程小森一句话惊得李渊心里石破天惊，这头疼的症状确实是装的，可程小森说的其他症状他身上都有，就连御医也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个所以然。李渊内心彻底慌了。爱卿所言甚是，朕也询问过太医，可太医也说不出什么原因，只让朕吃药，还一直不见好转。敢问爱卿，朕得的是什么病？对身体有大碍吗？你特么是肾虚，太医敢说吗？穿越大唐，你第一次见李渊就看出他肾虚，只因李世民天天往他寝宫塞各种绝世美女，而知道治疗方法的你却不打算告诉李渊，准备坑他个满面桃花开。李渊看到你沉思不语的样子，心里感到十分不安。程小爱卿，难不成朕真的得了什么疑难杂症？陛下，您的病不好治啊！爱卿但说无妨，朕撑得住。程小森摇摇头，一脸的沉重，然后用医生对绝症病人说话的语气对李渊说：陛下这病情实在太复杂，一时半会的也说不清。总之陛下若不及时治疗，恐会命不久矣。可惜这药引子实在不好办，否则臣倒是有把握治好陛下的病。爱卿用什么药材只管说来，只要不是天上的仙草，朕都能弄得到。若是简单的药材，自然不会难得了陛下。臣的这味药引子是陛下的心啊！朕的心？难不成要朕把自己的心挖出来，然后再熬成汤药喝下去不成？那朕不是早死囚了，还治疗个什么劲儿呢？陛下误会了，臣说的心不是指陛下的心脏，而是指陛下的心爱之物。陛下的病就是因为贪欲之心过旺所致。臣知道陛下对臣多有怀疑，若是陛下真不信的话，不妨让人用力按一下您的涌泉穴附近，自然会明白臣所言非虚。李渊半信半疑地吩咐太监给他按穴位，太监只是轻轻按了一下他的涌泉穴，一股难言的剧痛就侵袭他的全身。李渊脸上瞬间布满冷汗。难道这小子说的都是真的？李渊赶紧给一旁的太监使了个眼色，太监当众脱下袜子按自己的涌泉穴，可不管怎么按，自己就是感觉不痛。这下李渊彻底相信了程小森的话。笑死，你一个日夜笙歌的太上皇和一个从小净身的老太监，比谁的肾好？能比得过吗？
陛下，臣没有说谎吧？您的身体的确出了大问题。别看现在您的身体并无大碍，但若是拖到病气渗入骨髓，那大罗神仙来了都难救。爱卿要怎么治疗，你尽管说，朕必当照办。哦，你放心，为了朕能够长命百岁，朕一定听爱卿的医嘱。陛下，微臣的治疗方法很简单，就是要丢掉您的一切心爱之物，严格控制自己的欲望，从此修身养性，您的身体自然会回到以往龙精虎猛的状态。要丢掉一切心爱之物？李渊面色有些泛蓝。自从李世民把他逼下皇位之后，他就靠这些心爱之物排解心里的郁闷。若一下子全部放弃，岂不是要活活闷死？程小森可不管李渊心里的犹豫，开始帮李渊丢东西。陛下，这些累赘对您的身体伤害太大了，断不能留，臣都替你消灭了啊！不一会儿，程小森就如同鬼子进村般，将李渊的心爱玩物霍霍了个一干二净。李渊强压下自己的心痛，颤抖着嘴唇问道：“爱卿，现在如何了？朕已经让你把朕的欲望全都销毁了，朕的病应该有救了吧？”这才到哪啊？臣只不过是毁了你的心爱之物，灭了你贪欲的一小部分，咱要走的路还长着呢。你为了帮太上皇李渊治疗肾虚，把整个太安宫的东西全清空了，美名其曰让李渊控制欲望，而你的治疗方案远不止于此。陛下的美色之欲要灭，那群嫔妃都遣散了吧？晚上睡觉只能自己睡。程爱卿，人总会有七情六欲吧？有道理。那就留一个给你吧。滚！还没完呢。陛下的口腹之欲要灭，从此只能吃你平日不喜欢吃的食物；财富之欲要灭，从此不能穿华丽的衣服；享乐之欲也要灭，这些琴师歌姬舞者都遣散了为好。李渊听着程小森一连串的禁欲行为，脸色越来越绿，最后终于忍不住跳起脚来大骂：“按你这么说，朕和那些只会吃斋念佛的和尚有什么区别？那朕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你莫不是骗老子，把老子当傻子耍吧？”福海，去把张太医叫过来。是，陛下。朕倒要好好问问，什么狗屁的怪病要让朕当和尚？朕还就不信了，这天底下只有你能治好朕。就算太医来了又如何？他敢说你是得了肾虚吗？今天这和尚你李渊是当定了。没过多久，张太医就匆匆赶来。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，他的心里也是无数只草泥马奔腾而过。不就是个小肾虚吗？你至于吗？张太医内心一阵腹诽，疯狂吐槽程小森。但要是真让他说出真相，他还真不敢。毕竟李渊喜怒无常，若是惹得他一个不高兴，自己的脑袋就要搬家。一时间，张太医心里也是十分纠结。张太医，朕的病你到底听说过没有？到底有没有办法治？你倒是说个话呀！你这么闭口不言，朕很慌的。陛下，臣才疏学浅，只能判断出陛下的身体并无大碍。至于程御史所说的话，臣从未在医书上看过，也不知道真假。不知程御史可否开过药方？若是有药方在，臣或许能判断一下陛下的身体状况。程小森丝毫无惧，抛出一副6味地黄丸的中药处方，递到张太医的手上。张太医一看，大吃一惊。张太医，本御史的药方开的有什么问题吗？是否对症？程御史的药方配比合适，极为对症。可是怎么是我药引子用的不对吗？难不成张太医认为陛下的美色之欲不该尽？张太医考虑再三，还是什么话也没说出口。这些混了一辈子的太医都是人精，一辈子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指望他们站出来慷慨直言，根本不可能。他畏畏缩缩的样子和胸有成竹的程小森比起来，傻子都知道自己应该选谁。程爱卿，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，朕一定照办。陛下，除了刚才说的那些，您还得多锻炼，将以前失去的勇武全都捡起来。每次喝完中药之后，小跑个10几里热热身，然后用棍子击打全身，务求血液迅速流动。这什么仇什么怨啊？至于这么明目张胆的坑太上皇吗？张太医，你觉得我的治疗方案怎么样？你问那个没用的老货干什么？这老货吃啥啥不剩，干啥啥不行。朕这病让他治了3个月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他跟你比起来，连你脚趾头都不如。同样都是学医的，差距咋就这么大呢？还特马知名太医，我呸！爱卿啊，朕的身体就交给你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贤弟。这个令牌给你，有谁欺负你，就报朕的名字，朕一定帮你出头。哟，谢谢大哥。李世民赶紧叫爸爸啊，不对，是叫叔叔。
哟呵，你这个逆子！贤弟来，咱们叔父一起揍啊！一夜之间，你成了李世民的皇叔，只因你治好了李渊的肾虚，成为了他的贤弟，让李世民喜提超级加倍。父皇，你认那个臭小子当兄弟真不行啊！他是个混不吝的性格，要是真让他当了皇叔，那朕以后就没法见人了。认他当皇叔咋了？他对咱家有大恩，他治好了朕的顽疾，救了朕的命。认他当皇叔还委屈你了？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！有功，朕可以给他记着，可以给他赏赐，但没必要认他当皇叔啊！朕今天就认了，你说怎么地吧？哼，别以为我不知道您在想什么，不就是不想让我好过，想给我添点堵吗？你这是明摆着的坑儿子！哈哈哈！朕后半辈子的乐子就指望看贤弟坑你了，这么有趣的事情，朕可不能错过。李世民脑袋上布满了黑线，哀怨地盯着李渊，久久不语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嘴角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。哈哈，父皇，你可别只顾着给孩儿添堵，把自己给坑进去了啊！你可别忘了，你要是真把程小森当兄弟，按理书是要叫程咬金是叔的。程咬金可是程小森他爹，那股坑劲可比程小森更甚3分。你什么意思？如果你坚持让我叫程小森皇叔，那我就让程咬金天天堵在你门口，逼你叫他师叔，看咱俩谁更丢人。哼！老子要叫他师叔，你得叫他爷爷。那又怎样？反正又不是朕一个人丢人。来呀，互相伤害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一番争吵过后，李世民和李渊突然反应过来，凭什么他们父子斗气，让程家两父子占便宜呢？于是两人对视一眼，瞬间达成了一致，一道圣旨直奔卢国公府而去。而此时的国公府内，程小森正在跟程咬金炫耀自己的信物。哦，这太上皇的兄弟是我儿子，那我就是太上皇的世叔，也就是说，按辈分，李二陛下得叫我一声爷爷。乖儿子，快把你的信物交给为父，为父去陛下那装个备。不对，是给你收起来，省得你冒犯陛下。你当我是傻子吗？不给，这是太上皇给我的，为什么要给你？嘿嘿，咱家飞黄腾达就靠他了。不给。正在程家父子俩争执之际，宣旨太监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。圣旨上写的很简单：结拜一事各论各的，若是有人敢拿此事占便宜，狗腿打断。太监走后，程咬金的脸上又露出一抹狰狞之色。程小森退后2步，将李渊的信物放在胸前，大喊道：“你可别翻脸不认人啊！圣旨虽然说不让我占陛下便宜，但我照样还是太上皇的贤弟，而你和太上皇却没有半毛钱关系。爹，你能不能别老想着揍我？过几天咱们的酒楼就要开张了，咱父子俩要一致对外，到时候定会让你赚得盆满钵满。”程小森酒楼开业当天，李世民正满脸纠结着要不要去参加开业仪式。这时，福海神色慌张地闯入店内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：“陛下，不好了！四子公主她钻狗洞。四子公主她是计谋逃出宫外了。”什么？而此时，长安东市最繁华的地段，一栋富丽堂皇又不失清雅秀气的大酒楼前，程小森正喜气洋洋地迎接宾客。哇哇！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长孙大人来了，快请上楼。小二，送长孙大人一个果盘，我请客。这不是房伯伯和杜伯伯吗？快里面请。宾客一波接着一波，大臣们都很给程咬金面子，可程小森左等右等，就是等不来他最想见到的人。忽然，一个萌萌的身影闯入他的眼眶。嗨，四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大哥和我大侄子。不对，是我大哥和你父皇呢，他们是不是快到了？皇爷爷和父皇不来，他们说怕来到会揍人，就全都不来了。四子是一个人过来的。什么鬼？这李世民不会是怕被我占便宜才不敢来的吧？还想着坑他一副墨宝，给酒楼增加知名度呢。四子，我们进去吧。程小森刚想带四子进去，就看到远处李世民怒气腾腾地冲了过来。好你个胆大包天的东西！大唐公主你都敢诱拐？这丫头不会是自己偷偷跑出皇宫的吧？等等，四子出宫又不是我的原因，你凭啥向我发火？要不是我眼尖看到四子，并把他带到酒楼里，现在他还不知道在哪受罪呢。你不谢谢我就算了，还找我麻烦，你良心不会痛吗？
父皇，不怪森哥哥，是四子自己跑出来的。胡闹！你才几岁就敢自己跑出来？父皇别担心呀，四子很聪明的，刚出宫就碰到了巡街的武侯叔叔，他一路保护四子过来的。那，都说不关我的事了。陛下，来都来了，您就上去跟我爹喝2杯吧。也好。欢迎陛下和各位大人大驾光临，大家放心，我这酒楼绝对物美价廉，不要998，也不要918，只需要9贯钱，你就可以品尝到这辈子都尝不到的美味。什么？一桌菜9贯钱？你不去抢？孔大人，是一个菜9贯起，不是一桌菜9贯哟。几文钱的麻婆豆腐却被你卖了9贯铜钱，就连一张会员卡也能卖出10万贯的天价，只因这个酒楼内坐的都是整个大唐有头有脸的大人物。而李世民看到这离谱的菜价，直接怒了：“你这豆腐是黄金做的吗？”陛下，贤贵您可以不点吗？没必要一副要杀人的样子。你这小兔崽子说的什么话？朕堂堂一国之君，整个大唐都是朕的天下，岂会嫌你这菜贵？朕是不想傻乎乎的被你坑。陛下，瞧您这话说的，臣本分做生意，明码标价，咋能说是坑人呢？趁早给朕老老实实的把价格降下去，否则朕下旨封了你的店铺。朕的长安容不得你这等黑店存在。茅房在哪？陛下，你听臣给你解释啊！你就不能等朕拉完再说吗？其实要想优惠也可以呀，只要你在咱酒楼预存一定数量的铜钱，就能成为咱酒楼的贵宾。贵宾的特权可是很大的，不仅饭钱可以打折，还可以提前体验我这酒楼新开发的餐食哦。能有多优惠？一次性存入100贯可成为青铜会员，享半价优惠；一次性存入1000贯则是白银会员，享4折优惠；一次性存入1万贯则可成为黄金会员，享3折优惠；而一次性存入10万贯的可成为至尊会员，享1折优惠，还可获得其他项目的合作机会。什么？一次存10万贯？你知不知道咱整个大唐一整年的赋税才数千万贯，在你这就只值几百个至尊贵宾。陛下你别激动啊，臣这酒楼的定位是高端酒楼，菜式味道更是大唐一绝，定价稍微高一点不为过吧？高一点无妨，但你这是高一点吗？你这明摆着就是坑人，开个破酒楼就想赚出另一个大唐来，你还真敢啊你！待会出去后，陛下可以尝尝我这的美酒和美食，绝对物超所值，而且打过折的菜价和去一趟高档花楼的消费也差不多。那能一样吗？花楼里有大美人，你这有什么？单单喝个小酒吃个小菜就收花楼一样的价钱，你的心是有多黑？陛下挺懂行情啊。那朕待会就试试你这的酒菜吧。好嘞，那臣给您准备一个单独的试菜包间。来到包间后，程小森倒了一杯高度白酒，瞬间一股难以诉说的酒香充盈着李世民的鼻头，他一把夺过酒杯，一饮而下。太香了！好酒，确实是好酒。臣没说错吧？酒在臣这里是免费送给白银及以上级别贵宾的，您总得让臣收回一点本钱吧？李世民怔怔地看着眼前的美酒，想着程小森酿的酒比目前大唐最好的酒不知好喝多少倍，价格翻10倍都不成问题。而这酒只要成为酒楼的白银会员就可以免费得到，看起来确实也挺划算。就是一次性要预存1000贯，有点太狠了。陛下，臣这一次性收1000贯，完全是为了您啊！为了朕？臣听四子说过，陛下内躺空虚，后宫生活很是清苦，所以这酒楼臣打算送一半给四子。这贵宾制度就是为了迅速筹集一笔大量的钱财，好让陛下早日改善生活。李世民的双眼唰的一下亮了起来，心里迅速开始算起了账。一个白银会员他能分500贯，而一个至尊会员能分到恐怖的5万贯。我去，这么算来，只要多卖出几个贵宾，不仅后宫的生活可以改善，甚至打突厥的军费也能筹集到不少，赚的都是一群富豪的钱，也不会损害到民生，妙啊！爱卿稍后，就冲着举世无双的美酒，朕也给你坑。不对，是介绍几个贵宾。你放心，有朕出马，必让这酒楼日进斗金。赶紧推销去吧，就冲你这个大唐皇帝的身份，这一半利润的提成我就给的不亏。李世民可不会傻乎乎的直接推销，而是大肆宣扬手中的美酒的稀少和珍贵。在众臣好奇的询问之下，他这才说出此酒只有酒楼的贵宾才能拥有。
你们也知道这里的菜价有多坑了。朕刚刚也为你们谋了个福利，办理贵宾资格之后，可以享受超低的价格。贵宾卡级别越高，就越能让这小子吃亏。李世民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，坑人的是程小森，而他是为了众人着想的大好人。大臣们听了李世民的话，个个都怒气冲冲。可冷静一想，连李世民都得守这小子的规矩，他们去找麻烦不是找死吗？最后只得乖乖认栽，就当破财消灾了。欢下光临。穿越大唐，你凭借9转猪大肠狂赚80万，只因你联合李世民忽悠这群冤种大臣办了至尊会员卡。没想到群臣从此爱上了原味猪大肠，一天不吃浑身难受。老牛啊，你别看这猪大肠恶心，那可是闻起来臭，吃起来香的珍馐，成为天上的龙肝都不为过。尉迟黑子，你可莫诓骗我呀！我怎么会骗你呢？你看我一个人都能干掉一整盘。说完，尉迟恭3下5除2的把一整盘猪大肠吃了个精光，随后他打了个饱嗝，直嚷嚷着美味儿。贤侄，再来一盘9转猪大肠。贤侄啊，今天这大肠比之前的味道更香更浓，吃起来够味儿。哎呀，尉迟叔叔对不住啊，应该是猪大肠没洗干净的缘故，为表歉意，这盘大肠免费送给您吃。什么？刚才这盘大肠没洗干净？这世间最恶心的事，莫过于你都吃完了，才有人好心提醒吃的是什么。尉迟恭当下就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连呼吸都感觉带着猪粪味儿。尉迟叔叔咋把这脏脏的猪大肠吃完了？哦，原来尉迟叔叔喜欢原味的呀！早知道我就不费劲给你在后面使劲洗这盘大肠了。尉迟恭都快气疯了，身上的煞气不住的散发，而程小森还在啧啧称叹。早知道您口味那么独特，小侄应该把肉里面也加上猪粪，保证做出来的味道和没洗净的大肠一个味道，包您吃了还想吃。谁让你天天有事没事带一堆人来酒楼蹭酒喝？不行，我憋不住了。你们笑什么？尉迟兄，俺们绝对没有笑话你的意思，实在是俺家个狗子要下崽了，俺心里高兴。对对，俺家的狗也下了3只狗崽，俺也高兴。哼，你家娘们生孩子你都没这么笑过，真当我是傻子吗？尉迟叔叔稍后啊，小侄这就给您换一盘原味大肠出来。你放心，小侄知道您的口味了，保证这次猪粪啊不对，是原味足足的。你这么没完没了了是吧？干啥？你想干啥？太上皇信物在此，你胆敢放肆？你胆敢侮辱当朝大臣，还问我要干啥？今天老子要不揍死你，老子就不是尉迟恭。喂，我啥时候侮辱你了？你给俺吃猪粪，这还不算侮辱吗？咱话得讲清楚，明明是你自己喜欢吃，咋就变成我让你吃了？你好歹也是咱酒楼的贵宾客户，我疯了才让你吃猪粪。好啊，到现在你还敢污蔑我喜欢吃粪？尉迟黑子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啊！你要是无缘无故揍俺娃子，俺可不答应。对呀，尉迟黑子，贤侄有话你得让他说清楚呀。你要是无缘无故的揍贤侄，甭说成汉子了，俺也不答应。说清楚就说清楚，你们胸毛线啊！虽然这大肠是有那么一些味道，但那边锃光瓦亮的盘子就说明了一切。就是黑子，百人百味，你口味独特，兄弟不笑话你。尉迟叔叔，你就承认了吧，爱吃猪粪啊不对，爱吃原味猪大肠不丢人，这是你对美食深沉的爱呀。爹，俺来了。听说这里有很好吃的大肠，感情你们一家都好这口啊。别给老子再提大肠。对啊，我不方便对这小子下手，但是宝林可以呀。宝林，你来的正好，刚刚我和你程叔叔说好了，你去和小森切磋。啊？我们什么时候说好了？嘿嘿，就在刚刚啊。宝林啊，你要是赢了，自然什么都好说，但若是输了，回去你就等着被抽吧！啊！比试开始前，我先说清楚比试规则。题目由你们来出，但是不能出现谁尿的远，谁长得更黑，谁放屁更臭等这些反人类的题目，也不能出现比术数、吟诗作对等对我儿子不利的项目。经过程咬金和尉迟恭激烈的友好协商之后，尉迟宝林和程小森缓缓地走上台。
听说宝林兄长酷爱狩猎，那我就问一个和狩猎有关的问题吧。姐，听好了，我的问题是：树上有10只鸟，你张弓射箭射死1只，还剩几只？就这，我闭着眼睛都能给出答案，好吗？咦，不对，这题未免也太简单了吧？程小森这个蔫坏的小崽子，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，肯定有什么我没看出来的陷阱在等着我。尉迟宝林陷入了沉思，而尉迟恭看着自家儿子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答不上来，急得上去就是一巴掌。你奶奶个腿儿！老子之前不是教过你吗？这剩9只你都算不出来，你大肠吃多了，脑子装的都是屎吗？我又没吃。哟呵，还敢顶嘴！喂，尉迟黑子，你私自干扰比试，犯规了！咋地？你娃子犯规在先，你还有理了不成？明明约定好不能出数题，他这不明目张胆的犯规吗？再说了，他这问题的答案如此简单，俺娃子过一会肯定能解出来。俺就算说了，也不算违规帮俺娃子。反正这场不管怎么论，都是俺娃子赢了。尉迟叔叔，首先我没有违规，出的问题绝对切合主题。再者呢，你的答案也不对。狩猎的问题肯定要往动物习性方面想啊，怎么会是数题呢？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1只，只剩下死去的那1只。亏你们还是经常打猎的老猎手，连鸟受惊吓会飞走都不知道吗？你笑什么？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答不出来？爹，不要啊！经过一番激烈的加油打气之后，尉迟宝林鼻青脸肿的站了出来。俺要比武，上兵器的那种，不分胜负，只分生死。脸呐，你高我半个头呢，你尉迟家脸黑心也黑是吧？咋地？怕你不成？俺程咬金的家传绝学那是神仙传授，岂会怕了你尉迟家那3脚猫功夫？儿子甭怕，使出咱的家传绝学干他！秘技法棍杀！哎呀，大个子，你没事吧？俺刚刚下手太重了，现在俺就来救你。咦，大个子你好脏啊，竟然随地大小便，把我这酒楼都弄臭了。你个憨货，是想让我儿子打吗？我做错了吗？贤侄，你这样搞，宝林很容易失血过多而嘎的呀。啊，我又错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什么？我还错？那个啥？咋又没做对？我的意思是，穿越大唐，以凭借祖传的法棍杀7进7出，让尉迟宝林局部残血退出比试。尉迟恭一脸愤怒的找李世民告状，甚至祭出了尉迟家祖传的霸王枪。贤侄，出来混，早晚是要还的。尉迟叔叔，我捅宝林的是又细又短的法棍，可不是你这手腕粗的霸王枪啊！陛下，您可得替我做主啊，要不今天臣的小命就要不保了呀！你还有脸让朕给你做主？你看看，你干的都是什么好事？比试武学是宝林兄提出来的，况且他也说了不分胜负，只分生死，这受伤了怎么能怪我呢？那你为啥在宝林落败之后又捅了他6次？宝林都无力反抗了，你还捅？这你总不能说不怪你吧？这不是俺的枪法师出赵子龙吗？逢敌就应杀个7进7出，若是少那么1次，俺总觉得这枪法不完美。尉迟恭气的肺都要炸了，他双目赤红，脖子上的青筋暴起，抓着霸王枪的双手因为太过用力而显得发白。神他妈的赵子龙，老子今天就让你尝尝我尉迟家霸王枪的滋味！陛下，俺这么干是为了大大提升我大唐将士的存活率，一切都是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啊！少扯淡！你以为俺们这些将士都是通便不畅被憋死的吗？陛下，这小子肯定又在说胡话骗我们，绝对不能上当！尉迟恭说完又准备动手，吓得程小森赶紧往外倒干货。现如今我大唐战死的将士有一大半不是因为战场上战死，而是因为伤口溃烂、高热不退而亡。只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大唐将会出现数量众多的百战老兵。一个百战老兵的战斗力往往是新兵的数倍，这样一来，我大唐的军队必将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话是这么说没错，可这和你捅宝林又有什么关系？我这不是没观察过人受伤之后是啥反应吗？所以想趁此机会找个研究对象。这么说来倒是情有可原。陛下，您认真的吗？
这能叫情有可原？这明明是罪不可恕啊！嘿嘿，爱卿稍安勿躁，国家大计要紧嘛。随后，众人来到兵营，随行的还有2个太医。程小森找了一个有刀伤且正在发烧的士兵，然后掏出1小瓶大蒜素灌到伤兵的口中。搞定，让他好好休息，明天我们再来吧。你莫不是在忽悠朕吧？张太医，依你看，此人的状况可还有救？回陛下，这个大抵是没了。我说贤侄啊，你又何必拖延时间呢？尉迟叔叔，这药效见效，总得一些时间吧。行了，那就明天再来吧。哼，明天再痛你也不迟。第2天，原本因为高烧而昏迷不醒的士兵果然醒了过来，虽然精神还不是太好，但这一幕还是把李世民和一旁的太医给震撼住了。这药果然有用啊！废话，你也不看是谁研发的？程爱卿，这大蒜素是何物提取出来的？可以大规模推广应用于天下苍生吗？哎呀，我的头突然好疼，啥都想不起来了。刚刚还好好的，你小子又玩什么幺蛾子？陛下，一想到你要坑我钱，我就伤心，一伤心我就容易忘事，一忘事臣就啥也想不起来了。你这小崽子又跟朕耍无赖这一套是吧？尉迟恭的霸王枪可还握在手上呢。陛下只想着从我这获得好处，敢问陛下，你可知道我所研究的这些项目背后的成本有多高吗？就那么厚脸皮的想要白嫖吗？你想要多少赏赐？500贯。错，是5万贯。我尼玛！你想钱想疯了是吧？这可是能救活千万将士的神药，5万贯不过分吧？朕现在1文钱都没有，你说该咋办吧？需不需要朕把皇宫分1半给你？我要皇宫有啥用？我又不能住里面。没钱你拿产业抵，没产业拿女儿抵，没女儿你拿皇后。卧槽，陛下，你把霸王枪放下，咱有话好好说。小子，你有啥话跟朕的霸王枪说吧。看枪。最终，经过一系列激烈的友好协商之后，程小森和李世民终于达成一致，确定了双方都认可的方案。李世民答应划良田千亩建立研究院，但凡程小森看上的人才，只要不影响朝廷运转，都可以任意调用。另外，李世民还赏赐了皇帝信物1枚，只要程小森能够征询特使同意，可命令任何部门提供帮忙。对了，臣还需要组建一支1000人左右的护卫队，保护研究院。行，这个信物你拿好。陛下，您这也太抠了，给个信物还得派个特使，这不是明摆着不想让我用吗？少啰嗦，不要你就还给朕。你回宫先去找特使吧。李世民选的特使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有严厉监督和不被忽悠的本事。放眼整个皇族来说，也就只有李立志有这份精明了。为了隐藏身份，李立志打扮成了书童的模样。这位就是小程御史吧？小生不才，是太子贴身的书童木子乐。本来这皇族特使是太子亲自担任，但因为太子事务繁多，实在抽不出空来，所以吩咐小子暂代他当这个皇族特使。哟，太子的书童都这么俊俏的吗？哥们，你放心，跟着我，你以后绝对飞黄腾达。要是你以后不享受这份罪了，尽管和我说，我一定救你脱离苦海。李立志身体僵硬，他想要挣脱，但又害怕引起程小森的怀疑，只能傻傻的站着。而程小森还以为李立志被自己说破心事害羞了，赶紧转移话题。咦，你胸肌还挺发达的嘛？咋练的？教教我呗，我也想成为胸肌发达的男人。